大家好，我是曹伟东。在介绍我们国家海军导弹驱逐舰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说了一个词，叫现在是以4代为骨干，3代为主体。那么有的网友就问我，这个目前我们国家的驱逐舰它这个1代、2代、3代、4代是怎么划分的？那么我们一讲到驱逐舰就要讲到我们国家就是驱逐舰的就是最开始这个设计的总师，或者是做出重大贡献的这个科学家，他叫潘敬夫我们讲这个第1代的导弹驱逐舰就是叫济南舰那当时潘敬夫先生是这个舰的总体的设计的负责人。那么第1代的这个济南舰或者第1代的导弹驱逐舰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它的吨位大约是3000多吨，不到4000吨。它采用的动力系统是锅炉。它这种导弹还是使用的上游导弹，射程不足100公里。那么作为防空导弹来讲可能只有15公里，都不到20公里就是射击的这个距离。那么所使用的雷达是机械的扫描雷达，所以这是第1代就是导弹驱逐舰的这个特点。那么潘敬夫先生又是我们国家第2代导弹驱逐舰的总设计师那么第2代导弹驱逐舰主要是以112舰、哈尔滨舰为主要代表的它的特点是吨位增加了，就是达到了4600吨左右。那么这个动力系统不是锅炉，而是燃气轮机。那么它的这个导弹也就是反舰的导弹已经可以打到100多公里，160公里左右了。那么防空的导弹也可以打到就是20-30公里了那么它的这个雷达已经是3座标的雷达了，就不是简单的机械扫描的雷达了。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性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在这个就是从1代到2代这个导弹驱逐舰的研制过程中潘敬夫先生解决了几个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过去这些舰都使用的是直流电，潘敬夫先生把它改成了交流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过去由于英阿马岛战争的时候就是英国的这个驱逐舰，它一和伦敦就是加里通话的时候这个搜索的雷达或者警戒雷达就没法工作，就是卫星这个通信的雷达或者是通信的设施是和这个搜索雷达相互干扰的。那么潘敬夫先生就把这个就是这些雷达包括通信设施就是相互干扰的问题给解决了。就是当你卫星通信的时候打开通信，那么你的对空搜索、对海搜索的雷达照样工作，所以它解决了就是通信设施和雷达相互干扰的问题，它也给解决了。再有就是过去在这个舰上，比如说火炮这个导弹还有鱼雷它是各个部门管的。那么就是为了现代化的作战，或者是更进一步的体系的对抗，潘敬夫先生强调就是体系的这种融合，要把这些武器装备搞成一个指挥的系统和体系它解决了这样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发展了第3代导弹驱逐舰，就是 052C 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那么它的变化首先是在吨位上已经达到了6000多吨的排水量。那么它的这个动力系统仍然是燃气轮机，但是是动力更大、更先进的燃气轮机。这个时候雷达已经不是简单的3座标雷达，而是相控阵雷达而且是主动相控阵雷达搜索的这个距离还有这个远，还有就是目标非常的多那么再有就是它的导弹就是反舰的导弹已经可以打到200-300公里了，就是距离更远。那么防空的导弹已经形成了红旗9就是海红旗9这样的导弹它的防御的距离已经可以达到100公里以上了那这个也是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所以这个3代的导弹驱逐舰有了明显的提升，特别是导弹的数量已经不是在甲板上用导弹发射架来发射，而是在这个甲板下面用垂直发射系统来发射，这样你搭载的导弹就数量更多而且它这个就是
发射的时候呢，打开盖就可以打出去，而且呢，它就安全性能啊，也要好得多。在被敌人打击的时候，它都不是在甲板以上，是在甲板以下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特点。到了第4代导弹驱逐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讲的南昌舰啊，101啊，就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了。大家一听万吨大驱嘛，首先这个体量上就巨大，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相空阵雷达呢也更为先进，还是主动相空阵雷达。但是呢，它的这个设计上啊，就已经有一定的隐身性能了。你要看它这个舰岛啊，这部分呢，都已经有一定的隐身设计的性能了。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垂发系统啊，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这个改进啊，就是说它搭载的导弹的数量不但多，而且呢，有对陆攻击的导弹了。过去比如说只有反舰的、防空的，那现在呢，你可以发射巡航导弹对陆攻击。所以呢，第4代的导弹驱逐舰呢，是有了这样一个变化。所以我们讲以4代为骨干，以3代为主体，大家就可以啊，就是了解到啊，我们现在的导弹驱逐舰啊，是以这个101啊，就是南昌舰这样的4代为骨干，而以3代的啊，比如说052C 啊、052D 啊这种导弹驱逐舰呢为主体啊，来形成我们人民海军的这个水面作战装备的一个主力。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